大家好，湖南省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我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起刑事案件，然后再说一下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的派系背景。再介绍一下前面那个湖南省财政厅的厅长李有志啊，因为就是李有志提拔的刘文杰。李有志和刘文杰之间呢，还有3任的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呢，其中郑建新就不得不说了，郑建新是楼继伟的秘书，楼继伟被习近平指使炮轰李克强，为习近平终身连任进行舆论准备。那当然了，郑建新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细节不得不讲啊，这个就是点睛之笔啊。有了这些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的派系背景的知识，那大家再去看这起案件就非常容易理解啊。那警察调查仇杀案也要调查社会关系啊，所谓冤有头债有主。那这2个人为什么去找湖南省财政厅的厅长刘文杰呢？他为什么不找别人呢？当然了，我们不是指责受害者，给大家讲一个相反的故事，说有一个小学生总是被校外的小混混欺负，那老师就指责这个小学生说，你为什么去招惹校外的小混混？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呢？后来抓到小混混一问，原来只是因为这个小学生长得比较弱小，看起来比较容易欺负，那所以总是被小混混盯上。那但是呢，湖南省财政厅的厅长刘文杰这个可能不一样啊，他未必就是受害者。事情的真相有可能恰恰相反，他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因为刘文杰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的这个职位太高了，位高权重，一般的正局级在北京都能算是一个领导了，在湖南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湖南除了省长、副省长、省委书记这些人，一共才几个人？一共就10来个人。那省政府里比较重要的岗位就是省政府的秘书长，就是省长的大秘，那再就是发改委主任和财政厅厅长了。那说刘文杰在长沙能横着走也不夸张啊，财政厅厅长那就是湖南省的财神爷呀，随便一支笔就是几千万上亿的经费就出去了。那由于财政厅这个职位特别重要呢，财政厅审计厅一般都是省长直接分管。那一个正处级、副处级的官员一般是没有什么派系背景的，但是正局级、副局级是有派系背景啊。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案件啊。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于2024年9月19日上午坠楼身亡，地点发生在长沙市天心区一查亭巷18号的湖南省财政厅家属楼。据事发时的目击者介绍呢，当天上午9时许，接连听到2声落物坠地的声音，2声前后相隔不到1分钟。听者以为是有人高空抛物，因为除了落地声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大约10来分钟之后呢，120到达现场，目击者随后才得知是有人坠楼，坠楼者共3人当场死亡，刘文杰便是3名死者之一呢。记者在现场看到呢，事发地是已经建成多年的老小区，与湖南省财政厅隔墙而立，坠落地已经用高高的隔板围挡，小区内拉有警戒线。根据现场多人指认，刘文杰是从13楼坠落的，可见阳台有2扇打开的窗门。据介绍，该小区平常陌生人难以入内。一位在现场附近的人士介绍说，警察一直在盘查附近的摄像头。因为前面已经说了，这是财政厅家属楼小区呢，那共产党还是腐败啊，这就是一种变相的集体贪污。这小区没准还用武警站岗呢，外人是进不去的。多个信源告诉记者，与刘文杰同时坠楼的另外2人与刘文杰的工作有关联。
但是对于三人为何坠楼呢，知情者不愿多说，称一切等警方调查。我给大家介绍完了这个背景啊，警察是不可能公布真相的啊。资料显示，刘文杰生于1966年，在湖南省财政厅工作多年。2020年调任湖南省统计局任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12月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我说过，财政厅厅长一般省长直接任命的，就是毛伟明直接任命的。我们首先看一下是谁提拔的刘文杰啊？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重大的线索，是不是有一个穿越者我就不知道了。那像是湖南省财政厅这种正厅级单位啊，网上一般是没有现成资料的，要我自己找啊，找一天都不一定能找得全啊。但是湖南省财政厅从1949年到24年，17个财政厅厅长啊，也可能有的时候叫财政局局长啊的名单，全部都被人放在网上。而且最关键的是，有人啊，不知道是不是有心人，还是纯属巧合，特意把李有志离职的日期写到个日，就是2011年12月16日。那一般就写到月嘛，2011年12月就可以了。有心人呢，他偏偏把李有志的离任日期和史耀斌的上任日期写到了2011年的12月16日啊。因为刘文杰就是李有志提拔的，而不是李有志后面的那一个财政厅厅长史耀斌提拔的。我们看一下，2004年38岁的刘文杰担任湖南省财政厅行政政法处的副处长。2007年10月呢，41岁的刘文杰担任湖南省财政厅的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就是李有志的大秘，相当于工会主席。2011年5月呢，45岁的刘文杰任湖南省财政厅人事教育处的处长、厅机关工会主席。看刘文杰在李有志手下一直管，要么是办公室主任，要么是人事处处长，都是最关键的，都是厅长必须完全信任的人才能干的职位啊。当时的湖南省财政厅的厅长就是李有志啊。刘文杰升迁的这几步都是当时的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李有志提拔的啊。他的任期是03年到11年，不是后来的那个厅长史耀斌提拔的，因为史耀斌很可能和刘文杰和李有志他不是一个派系的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只有知道了刘文杰的派系背景，才能知道他的死因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故意把这个信息放在网上，如果不仔细看，可能不明白2011年12月16日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日期呢？这难道是穿越者吗？他事先知道要发生这个案子了吗？这个就是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是一个意思啊。有人故意在网上留下了破绽，留下了线索，是什么样的高人？是不是穿越者？我不知道。那谁提拔的李有志呢？2003年到2011年，李有志担任了长达8年的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啊，分别对应2个省长周伯华和周强啊。财政厅厅长这个职位特别重要呢，湖南省的财神爷一般都是省长亲自提拔的。那周强之所以不换周伯华提拔的财政厅长，说明这2个人是一个派系的。周伯华他肯定没有团派的背景啊，有人误认为周强接替李克强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那周强就是团派的。其实不是啊，共青团就相当于一个省，就相当于湖南省。那共青团的第一书记是由当时的总书记决定的，或者总理决定啊。那周强是1998年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那当时邓小平前一年1997年刚刚死了，1997年邓小平死了，到2002年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呢，这期间呢是邓小平和胡锦涛这个派系最虚弱的时候。那周强就是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或者是当时的人大委员长李鹏任命提拔的，和胡锦涛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啊。周强是
最高法院的院长萧扬的秘书。萧扬是习仲勋在广东清远提拔的官员啊。萧扬的早期啊。周强他是习近平派系的，他不是胡锦涛派系的，不是团派啊。从这个周强他不更换周伯华提拔的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李有志也可以看出来了。到了徐守胜担任湖南省长的时候呢，他就立马更换了周伯华和周强的财政厅长李有志啊，换上了史耀斌。史耀斌就是跟着徐守胜去湖南省的。史耀斌他本来就是财政部的，后来又回到了财政部担任副部长。徐守胜和史耀斌，我猜啊，应该不是习近平派系的。那个穿越者啊，故意在网上留下了破绽，留下了线索，我猜就是防止有人犯傻误伤啊。我有时候会误伤，我有时候也会犯傻误伤啊。徐守胜和史耀斌到底是不是习近平派系的，还是不是啊？我没有深入研究啊。因为徐守胜和史耀斌他可能是反习近平阵营的，我们先跳过去，这也不是重点啊。那史耀斌后面那个湖南省财政厅的厅长啊，郑建新，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中之重啊。2014年9月，48岁的刘文杰担任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那当时的湖南省财政厅的厅长是郑建新，他们两个人是搭档啊。郑建新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楼继伟的秘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时间线就知道了。为什么说楼继伟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2013年，李克强开始担任总理吧，让楼继伟就担任财政部的部长。让李克强一个总理，他都不能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财政部长这么关键的这么职位啊。李克强习近平弄一个楼继伟，故意弄一个楼继伟卡着肖捷啊，不让肖捷当财政部的部长，要架空李克强。肖捷就是李克强的大秘嘛。后来李克强好不容易把楼继伟弄下去了，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肖捷啊，换上李克强的大秘肖捷。楼继伟下去了，他还不老实，还要炮轰中国制造2025，就是在炮轰李克强。那中国制造2025虽然是傻缺政策呢，但是这是李克强的政策。那楼继伟他炮轰李克强，就是为了习近平终身连任进行舆论准备。那炮轰李克强的楼继伟的秘书张宏安呢，涉嫌贪腐，2020年12月被赵乐际给抓了。楼继伟的另外一个秘书郑建新呢，本来是要提拔副省长的，2023年5月因为2022年长沙自建房倒塌事故被李强免职了。重要的话说3遍啊，炮轰李克强的楼继伟的秘书郑建新被李强免职了，是炮轰李克强的楼继伟的秘书郑建新被李强免职。那这是2023年，李克强已经退休了，是李强把炮轰李克强的楼继伟的秘书郑建新免职的，断送了郑建新的副部级升迁的道路呢，是不是有点意味深长啊？你李强到底是哪边的人？你为什么替李克强出头，对不对？我之前说过，李强他不是习近平的人，我之前提供了6个证据，那我说我还能提供6个证据，这不是今天又来了一个证据。如果没有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这个案件呢，我们还不会注意到那原来炮轰李克强的楼继伟的秘书郑新建是被李强免职的呀。那楼继伟他卡着李克强的秘书肖捷，不让肖捷当财政部长啊，这么明显。你包括和李强搭档的袁家军啊，当时李强是浙江省长，袁家军是浙江省的常务副省长。那后来袁家军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呢，他把习近平亲手提拔的象山县县委书记周江勇抓了。你袁家军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是不是你袁家军干的？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说法挺搞笑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的是
李强是习近平派到上海帮内部安装炸药的爆破手，例如周波、翁祖亮、陈寅全都被爆破手李强赶出了上海。那我看到这个说法，我感到特别的可笑，特别想笑啊！因为周波、翁祖亮、陈寅这三个人呢，我都研究过，这三个人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那李强为什么把三个习近平的铁杆马仔赶出上海了？李强为什么要当爆破手呢？李强为什么要赶走习近平的人呢？所以李强到底是谁的人，对不对？那李强当浙江省长的副手袁家军，袁家军担任省长的时候用的这个大秘陈新呐，有人说陈新是曾庆红的秘书，其实也不一定，陈新没准就是胡锦涛本人的秘书。那第16届中央书记处里面呢，没有一个人是习近平这个派系的，曾庆红、周永康、徐才厚、何勇都是江泽民派系的，刘云山、贺国强、王刚这都是胡锦涛派系的，再加上胡锦涛本人，所以你不管陈新是曾庆红的秘书还是胡锦涛本人的秘书，袁家军他用了陈新当自己的大秘，还帮忙中纪委的赵乐际把习近平提拔的周交勇给抓了。那现在袁家军去了重庆，又用了李克强的亲信刘尚进担任自己的大秘。这李强和袁家军到底是哪边的人，对不对？好的，谢谢大家。